大家好，我們今天介紹 Hover Editor 這個外掛。Hover Editor 提供了另外一種的窗格呈現的模式，也就是懸浮式的視窗。我們只要把滑鼠游標停留在內部鏈接 0.2 秒以後，它就會自動彈出一個窗格出來。這一個浮動式的窗格呢，我們可以變更它的大小，可以任意的移動它，也能夠把它給固定在Obsidian 的最上層。有了這樣子的窗格以後呢，我們有一些小的修改，多個視窗、多個筆記的修改呢，就能夠透過這個懸浮式的視窗來達成的，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。以下我們就來看看要怎麼樣安裝，並且它的一些操作重點，接着来做一個簡單的介紹。Hover Editor 還沒有在第三方外掛上架，因此我們必須手動安裝。建議大家直接安裝 BRAT 這個工具，直接輸入我們這邊提供的這個字串以後，在 Brat 裡面來安裝並且啟用它。那這是最快的方法，否則你就必須手動自己去 GitHub 去下載檔案，並且放到 Plugins 的資料夾裡面。以下我們來簡单的說明一下它的設定的一些重點。Hover Editor 的修改很簡單哦，只要進入第三方外掛裡面，找到 Hover Editor， 再進入它的外掛選項裡面來做挑選。首先就是我們開啟小窗格的時候，它的預設的模式哦，它有閱讀模式、編輯模式跟你目前筆記相同的模式。這邊呢，固定把它開啟成是編輯模式，然後是不是要自動把它給釘選起來？這邊選擇是當我拖動或者是變更大小的時候，才要把它給固定起來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只要開啟小窗格就一定要固定哦，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Always。那另外呢，是不是要把你的輸入的游標移到新開啟的小窗格裡面？這個就是 Auto Focus。那我是把它給開啟起來，然後在頂端 Double Click 的時候呢，它的收合的模式是要收到最頂端還是最頂部？那這邊可以去做一個設定。還有呢，要延遲幾秒就能夠把小窗格給開啟起來。我這邊是設定成是100毫秒。那這個只要設定好以後呢，Hover Editor 就能夠依照這些的設定來做呈現了。我們接着來看一下編輯器小窗格的一些使用的要點。首先要先注意的就是，我們必須在設定裡面找到核心的頁面預覽。你要確定你這邊這個開啟的模式是不是需要按下 Ctrl 按鍵。你如果這個功能有勾選起來的話，比如說我們這個編輯器有把這個按了 Ctrl 才能夠預覽這個選項給勾選起來。因此你要開啟內部鏈接的時候呢，必須按下 Ctrl， 這個窗格才會呈現出來。那如果剛剛的這預覽頁面你沒有勾選的話，那只要把游標移到這個內部鏈接上面，它這個小視窗就馬上就彈出來了。那在這邊呢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有釘選啦，甚至於我們可以按着 Ctrl 再點擊一下，它也是一樣會開出第二個窗格。因此它這個懸浮式的小窗格呢，其實是跟固定的這個窗格一樣，具備有完整的功能哦。我们可以看右邊這邊的選項呢，其實跟我們這個一般的這個窗格呢是有同樣的功能的。透過這樣的方法，其實它唯一的差別就只是它是懸浮式的，可以在視窗 Obsidian 的這個視窗裡面任意移動。在這邊呢，如果在最頂端 Double Click，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給收合起來的。再 Double Click 一下呢，又可以再把它重新給開啟起來。這個就是在做的一個額外的說明。那有了這個窗格以後呢，就可以根據你的需要呢，隨時開啟很多的不同的小視窗。根據自己的需要，我可能就可以同步進來這邊做編輯，在第二個視窗、第三個視窗同時做很多個同步的一個編輯。另外在暗黑模式下面有可能我們這個小窗格的邊界看得不會很清楚，因此我這邊提供了一段樣式調整的 CSS， 只要把這個 CSS 放到你的 CSS 片段的設定檔裡面，就能夠讓你的這個彈出來的小視窗會有這個邊框呢，會有一個不同的顏色出現。使用這個減 AX1 這個是你使用 Minimal 主題的時候呢，可以使用這個變數，或者是你直接指定一個特定的顏色也可以。那以上就是我們簡单介紹 Hover Editor 浮動式編輯窗格，它為我們多了另外一種的視窗的操作的方法。今天就簡單的介紹 Hover Editor 到這邊，希望對大家平常工作會有一些幫助。謝謝各位。